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福建泉州。泉州是整个福建经济最好的地方，这边的 GDP 比省会福州还要高一点啊。泉州的民营经济非常发达。这个是泉州的市中心，市中心的地标，这叫飞天迎宾雕像，上面很多小仙女啊，有的是吹，有的是吹拉弹唱吧。带大家看一下泉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。这个就是泉州的钟楼，哇塞，不敢想象是这个样子的啊！这下面是变成交通红绿灯的这种的啦，上面还有个钟，这肯定是后建的。这就是繁华的十字路口，市中心啊，钟楼这里就是泉州最热闹、最繁华的步行街啊，两边都是骑楼。这个地方怎么给我的感觉不是那么繁华呢？你看这个楼都是2层的小楼啊，感觉不像是一个福建第1大 GDP 这个城市该有的步行街的样子啊，像城中村一样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很乡镇的感觉啊。泉州还是比较低调的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好的，像是到了城中村一样。你看，要往这个巷子里走了。现在到了泉州最大的寺庙啊，这个开元寺，寺里面有2个塔，东西2塔。但是这个寺庙中午休息2个小时，12点关门，下午2点钟又开门。第一次看到有中午休息的寺庙啊！你看这门口这么多游客。都在这等着呢，看这里面人也很多。你们知道哪个寺庙中午还休息吗？全在门口等着呢。下个视频拍这个开元寺，欢迎来看。这就是泉州的天后宫，也叫做妈祖庙，里面供奉的是妈祖。台湾和福建这边，他们都供奉妈祖啊。妈祖是个女性，她有一种超能力，她就是能预测这个海面上的天气，提醒那个出海的渔民，让他们躲避这个台风啊这些自然灾害啊。所以这边出海的人呢，就非常信奉她。这个妈祖其实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，是一个渔民，老家在莆田的湄洲岛那边。就是因为她这个事情啊，越传越神，最后就被神化了。又被叫做天后，以至于专门建了宫殿来供奉她。现在台湾那边也有很多妈祖庙，都是从泉州或者是莆田那边的总庙，就是引一个香火过去，被叫做分身，妈祖的分身。离天后宫妈祖庙不远的地方就是关岳庙，这个是泉州香火最旺盛的寺庙啊。看这个门口啊，上香的人非常多。这里面供奉的是关羽和岳飞，同时供奉了2个人啊，这个应该不多见吧，在全国的寺庙里。以前是本来只有关公的，民国期间才把岳飞加进去。它这个寺庙这底儿啊特别好看，这个泥塑的彩绘，晚上灯光亮了以后更美。来上香的香客络绎不绝啊，确实很旺盛。关岳庙的灯亮了，看一下美不美？晚上也有人来烧香的。在关岳庙的旁边有一排房子，就是这个。这个是西兰侨民旧居，西兰国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。当时他们那个王子啊来咱们这儿朝贡，朝贡以后就没有回去，就定居在这里了，这就是他们住过的地方。为什么没有回去呢？2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是海上的风浪太大了，他们走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然后就翻回来了。第2种说法呢，是他们国家发生政变了，所以他们就不用回去了，然后就世代在这边定居了。定居以后他们就改姓成世界的世啊，还有那个和单人旁一个可，姓成那个和了啊。
在泉州发现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寺庙，叫清净寺，这种形状的。这边环境特别好，门口种了这种棕榈树，门口很整齐啊，这是用石头建的。这个寺庙是北宋时候建的啊，伊朗那边的人建的，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。清真寺，这个是做礼拜的室内的地方。这个清真寺做的特别美啊，具体美在哪里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觉得特别好看。整个院子呢，非常的干净整齐。这边就是一墙之隔，外面车水马龙啊，但是这个院子里呢，就感觉确实很清静，跟它的名字一样，清净寺。这就是泉州比较有名的景点，先拍到这里了。下个视频我们接着了解泉州。少林寺，这是泉州的少林寺，也被称作南少林寺。进去看一下。小朋友是练武的吗？不是啊，拍视频的。前两天去了嵩山那个少林寺，今天来泉州的少林寺。这个南少林、北少林、南北少林分南北，南拳北腿。这个泉州为什么也有少林寺啊？它和嵩山那个少林寺有什么区别？他们的渊源是这样的：嵩山少林寺不是有个13棍僧救唐王吗？其中有一个棍僧，他就来了福建了，在这边建立的这个少林寺，所以叫南少林寺。都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个少林寺也出过很多名人的，在清朝时候，一代宗师那个洪熙官就拜这个南少林的智善和尚，为老师，在这边学武啊。因为这个南少林寺，它和天地会啊这些洪门啊，就是反清复明的一些组织有联系呢，所以在乾隆年间，乾隆就派人围剿他们嘛，洪熙官就避祸。到了顺德，然后去了佛山这些地方，然后又收了黄飞鸿啊，黄飞鸿的弟子呢，然后又去了东南亚呀、美国，就开枝散叶，把南少林的武功带到全世界了。这就是他这个传承。看一下这里跟嵩山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啊？这是天王殿，中国这些寺庙都差不多的格局，都是天王殿、大雄宝殿。正中间是弥勒佛，两边是4大天王、4大护法，背后是韦陀，跟其他寺庙布局是一样的。这边就是大雄宝殿，最重要的寺庙。大雄宝殿里面供奉着释迦牟尼、药师佛，还有阿弥陀佛，这是3世佛，代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院里有2棵非常大的榕树。我们看这边的建筑都挺新的，这都是后来重建的。因为这个泉州少林寺，被毁坏了3次啊，历史上。这是最近几年才重建好的。这边是建的时候很多人捐款啊，这个人捐的钱最多。台湾的这个人叫杨青青。他捐了350万，就是单门给他立一个碑啊。你看其他人，所有人都是这么多人捐的钱，在这一个碑上面，因为他捐的钱最多，单门给他立了一个碑。我们看一下，你捐1.5万就可以上这个碑了，你的名字就可以跟这个寺庙一直流传下去。后面还有2个寺庙。再去看一下，游客还是挺多的。这边是免费的啊，嵩山那个少林寺是80块钱。大雄宝殿的后面是观音阁，观音阁再往后是藏经阁，藏的各种武功秘籍啊。这边的少林寺它是依山而建的，就是每一个它这个是层层上来的，一级一级的。藏经阁是在最高处呢，
这里有2个菩提树啊，这菩提树都起码50年以上了。当年那个佛祖就是在菩提树下面悟的成道的。这个菩提树有3个特点，就是鸟不在上面筑巢，蜘蛛不在上面结网，然后这个叶子呢，叶子上面没有灰尘的，非常神奇。因为它是菩提的意思就是智慧觉悟，所以这也叫智慧树。它这上面有很多籽啊，你看，这是菩提籽啊，然后可以穿成手串呀、佛珠啊，你要打坐的时候、修炼的时候，可以事半功倍啊。当年这个释迦牟尼佛祖就是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仙的啊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施主，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也多次提到这个南少林寺啊，他本人在04年也来过这里，还给这里题了个词呢。他说少林武功源远流长，传来南方光大发扬。只是我不知道这个题的字现在在哪里啊，没找到。演武厅这个地方就是少林武僧平时练武的地方啊。这里还有木人桩啊。我看那个叶问的时候，那个叶问经常在这个木头桩上练武啊，这个是能抽出来的。嘿，嘿，杀，哈哈，嘿。我现在在福建泉州，带大家看一下泉州最有名的开元寺，就是这里啊。它这个上面匾额写的紫云，为什么不写开元寺呢？因为它建这个寺庙的时候啊，这天上突然出现一大片紫色的云，这是一种祥瑞啊，说明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，所以它写的紫云2个字。好，进去看一下。开元寺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里面很清静啊，这个是拜亭，特别宽敞，两边都是上千年的这个榕树，枝繁叶茂。现在这个拜亭地上一个杂草都没有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佛国净地嘛，来这里的人都很虔诚，就是这边的地面呢也不长杂草，就是很纯净的意思。正对面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殿，本来是应该叫大雄宝殿吧，但是你看上面的牌匾写的商联法界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这个寺庙啊，以前这个地方是一个黄员外他们家，这个人特别有钱啊，这么大地方全都是他家的。有一个禅师，他就看到他们家这个顶儿上啊有一片紫云，就说明这个地方它比较好，风水很好。他就跟这个黄员外讲啊，他说你把这块地捐出来让他建寺庙，他说你如果捐出来，那就算做了天大的好事了，为自己积德了。黄员外就不愿意啊，然后他就说让我捐出来也可以，除非我们家的桑树开出莲花来，这明显就是刁难他嘛。结果没几天呢，他们家的桑树果然开出莲花了，洁白的莲花开在桑树上面。黄员外一看啊，果然佛祖显灵啊，就把这个地方捐出来建寺庙了，所以这里是桑联法界。黄员外就问禅师说，你需要多大的地方建寺庙呢？禅师就说，我只需要我袈裟这么大的地方就可以啊。黄员外一听呢，这袈裟没有多大啊，好吧，就给你吧。那禅师就把袈裟脱下来往天上一扔，袈裟就越变越大，然后就覆盖了这个地方啊，覆盖的地方就都建了寺庙了。因为袈裟上面不是有2个洞嘛，正好是胳膊这里没有覆盖住，所以就正好建了现在的2个塔，东塔和西塔。所以这个寺庙现在从空中看的话，它就是一个长方形嘛，就是一个袈裟的这个形状。黄员外把地捐出来以后，那他住哪里呢？他就住这个地方，寺院的东北角啊，一个很小的院子。
他有5个儿子，5个儿子因为都没地方住了嘛，也都出去了。他的后代出了很多当官的呀、博士啊、状元啊，因为是他把地捐了佛祖嘛，积了功德了。在大殿的后面，这里就是那个神奇的桑树啊。看一下，这有个注者上面写的“此树生莲，桑树结出白莲花”，距今已经1000多年了。它本来是1棵树啊，现在好像有3棵树。传说是这边的住持啊，就是从这个树上折了树枝下来，然后插在旁边，啊，那个又生出来好几个小树。这是祖孙3代啊，3世同堂。在这个桑树的旁边，有一棵特别大的菩提树。这个菩提树有3大特点，鸟不在上面筑窝，蜘蛛不在上面结网，灰尘不会落在上面。佛祖就是在这个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的，非常神奇。到跟前看一下这个树啊，这么神奇的树，这儿落了个叶子啊，看神奇的树叶，上面不落灰的。菩提树，这树干好粗啊！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个泉州，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，它和中东这些国家联系很紧密的啊。你看这个下面啊，它有狮身人面像，你看狮身人面和埃及那个很像，是吧？这就是受到埃及那边文化的影响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文化的交流。这就是见证啊。最后看一下寺庙里最负盛名的双塔，这个是东塔，那边还有一个塔，那个是西塔。民间有个说法，不看双塔就不上来泉州城啊。这2个塔最开始是用木头建的，后来毁坏了以后用砖重建了，砖建的也毁坏了，最后这个是用石头建的，一共是5层啊。这2个塔还有个传说啊，传说这2个塔是一个师徒建的，东塔是徒弟建的，西塔是师傅建的。这个西塔要稍微低一点，矮一点，东塔要建得更高一点，它的工艺也更好，更壮观一点。这个塔建好以后，徒弟就特别得意，徒弟跟师傅说啊，他说师傅你看我的塔建得又高又好，我的技术也比你高啊。然后师傅就说，那你建的这个多高呀？我们量一下吧。然后他们呢就各自爬上各自的塔顶，他们要从塔顶拉一根线下来，量一下多高。师傅就爬到他那个塔上面去，然后从塔顶呢撑了一把雨伞就跳下来了。徒弟也爬到他自己这个塔上面啊，他看见师傅撑了把伞跳下来，他也撑了把伞跳下来了，但是他跳下来呢就给摔死了，因为徒弟用的是纸伞，他往下一跳，伞就烂了。师傅用的是布伞，布呢它就不会那么容易烂，跳下来就没事。这就是这2个塔的故事啊。到这里呢就参观完了。以上呢就是泉州著名景点开元寺的情况。大家看完视频帮我点个赞啊。Dream where I found the golden key. Save all the 泉州南少林寺马上开始那个武生表演，好多小孩呀，今天人很多啊。进来以后，一人发一个少林馒头，这样子的。这里面好像有糖的，还挺甜的。
他们平时就吃这个馒头的，吃完练武功，事半功倍啊。Hello， 小朋友，打个招呼哈。刚参观完少林寺啊，来这里吃个馒头，然后再看一下武僧表演，还不错啊。对，他这个门票是50块钱。节奏严谨，路线流畅，造势为高仿多变，有力又是人间态，令人笑容不这笑为文化，笑容不仅在校园中为相当于把笑声的笑话，是不前进口动，不如光顾对那手机生化不然，向来也要日子我们的基地，关键慢慢流传至少数进行教育。校园观察都不能用机械动画，要是有机弱小喵各全都行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福建泉州，这是泉州最著名的山清源山，国家5A 级景区。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因为在山顶呢，可以看到整个泉州的情况，登高望远。走上去看一下啊。到了清源山最重要的老君岩这里了，这个雕刻的是老子啊，老子天下第一。这是宋代就雕刻的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这个老君岩是用一整块岩石雕刻出来的啊，这个眼光非常的深邃，但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，它好像没有眼珠，没有眼珠并不妨碍它这个深邃的眼光。为什么这个雕像是有眼无珠呢？是雕刻的时候忘了吗？肯定不是这样的啊。像我们普通的人呢，是用你的双眼去看世界，但是像这种级别的大佬，都是用心灵去感受世界啊，因为老子的思想就是无为即有为，无为而治，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大智若愚。一个人很聪明，但是看起来很笨啊，就是声音非常大，以至于你都听不到了。他是这种理念，物极必反。现在走到这个寺庙跟前，这里有一大片的观景台，从这里视野特别开阔，可以看到整个泉州，但是现在雾特别大，看不清楚。这个是西湖啊，可以看到湖中间有一个岛，那条河就是晋江。泉州市区就在西湖和那条河的中间呢，那条河的入海口是这边，那里就是大海了。但是现在啥也看不到，雾气实在是太大了，而且这个是逆光啊。这个观景平台不错啊，如果是晴天没有雾的话，看得很远。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地方门票是70，但是在门口有很多拉客的黑摩的司机，他们说可以带你从后山进去，不用买门票啊。千万不要相信那个黑摩的啊，他们会带你去后山，然后后山离这里非常远，差不多有1个小时的路吧，你需要先翻一座山，然后再过来，特别累。而且这一路上呢，都是各种坟地，这山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再加上各种坟地，你一个人走的还是比较害怕的。就全都是这种路啊，就是路两边有很多的墓碑，当地的村民去世以后就埋在这个路边了。哎呀，千万不要走那条路，感觉特别不好。我觉得为了省了一半的钱啊，不值得啊。
因为小贩带你进去，他是收35啊，就是一半的钱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，反正我就告诉大家，不要贪便宜。